這是娃哈哈2年前落成的新总部大楼。与舊总部相比，這棟34層高、擁有7萬平米空間的全玻璃幕牆建築，在陽光下熠熠生輝，充滿了現代氣息。從一家需要借用校舍的虧損小廠，到屹立於杭州萧山區的現代化總部，這一路的征程，恰似對宗慶後一生奮鬥的最終肯定。但是據知情人士透露，這棟大樓自落成起就沒有實際投入過運作，大部分員工已經被宗馥莉遷至宏盛大樓辦公，留下來的員工自嘲這裡成了員工墳場。不僅新總部被棄，最近又傳出消息，宗馥莉還準備放棄娃哈哈的品牌，於明年起全面啟用新品牌娃小宗。與主動放棄新總部另立门戶不同，宗馥莉放棄娃哈哈品牌是被迫的，原因在于娃哈哈的品牌不屬於他個人的宏盛集團，而歸於娃哈哈集團。當前娃哈哈集團股權處於3份狀態，由宗馥莉員工智庫會和上城區分別持有，而娃哈哈商標的使用需獲得全體股東的一致同意。在當前家族內部紛爭不斷、各方利益難調的背景下，獲得一致同意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。一位做了20年娃哈哈的經銷商拿到改名通之後，非常肯定的表示，我可以講99%的經銷商不會答應。儘管宗馥莉本人為娃小宗定下了年銷300億的目標，相當於娃哈哈往年銷售的80%，看上去信心滿滿，但是經銷商並不買賬，出錢拿貨的是我們。如果消費者不認新品牌怎麼辦？貨還不是得砸在我們的手裡。已經有經銷商明確的表示，如果宗馥莉要與娃哈哈一刀切，全賣娃小宗，他們不會再簽協議。原因是宗馥莉家大業大賭得起，但是中小經銷商賺的都是血汗錢，沒資本陪他們賭。甚至有老經銷商用10年前宗馥莉主導推出的一款名叫 Kelly One 的飲料揶揄他。當時宣傳 Kelly One 如何符合年輕人的口味，品牌如何年輕，前景如何廣大，但是經銷商一進貨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，費了很大的勁也推不動，最終爛在庫房，貨被當成了福利品發給了員工。娃哈哈價值900億的品牌不是白給的，而是承載了40年國民記憶，是宗家最大的無形資產。如同可口可樂的品牌價值1000億美元，宗慶後把它換成了非常可樂，口味都差不多，但是就是賣不动。颇具回旋镖的意味的是，當宗馥莉宣布啟用新品牌娃小宗后，上海一家纯净水公司也推出了户小娃，品牌海報上寫着8個大字：同宗同源，至真至純。這家上海公司的幕后老板是宗慶後的堂弟宗偉。據接近宗家的人透露，宗慶後活着時對自己家的親戚很好，只要願意都可以來娃哈哈上班，甚至在外用娃哈哈商標建廠賣水，賺的錢交一部分給總部即可，剩下的全部都是自己的。宗偉也是這種情況。2002年，他在宗慶後的幫助下，在上海蓋了一家桶裝水廠。由於有娃哈哈品牌的加持，自建成起就沒虧過錢。去年的净利潤有2600萬，屬於躺着賺錢了。但是好日子在宗馥莉一聲令下後結束了，杭州總公司收回了他的銷售權。宗偉坦言，沒有書面或郵件通知，就是一句話的事兒。他曾要求與娃哈哈集團溝通此事，但是一直聯繫不上堂侄女，等來的是一條破產清算的建議。失去娃哈哈這一金字招牌的打擊無疑是巨大的，廠裡生產好的水一度無法發貨。宗馥莉是否曾想過自己的宏盛系可能也面臨如此的處境？或許想到了，但他仍強推了下去。其中摻雜的不只是商業利益，更是家族紛爭。曾有報道說，宗馥莉很少與宗家人來往，正如戶小娃廣告詞水言，同宗同源。若繼續內鬥下去，無論娃小宗還是戶小娃，都將失去娃哈哈，最後別給外人做了嫁衣。這裡是率真財經，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